让我核对一下。清单上的任务都完成了，旅行者、派蒙，辛苦你们了。多亏你们收到联络后及时赶回来协助，否则最近这么多委托，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嘿嘿，小菜一碟啦。这2天工作虽然不少，但要做的基本上就只有搬货物、护送一下车队什么的。之前听你说人手不够，还以为会有什么艰巨的任务等着我们呢。2位是资深的冒险家，请你们处理这些事的确有些大材小用。不过，蒙德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。哎，为什么？说的没错，最近是收获谷物和水果的好时节。对于以美酒闻名提瓦特的蒙德来说，也到了1年中最重要的酿酒季。农户们都在抓紧时间出售新鲜的农产品，各大酒商也会收购优质的酿造原料。原来如此，难怪这2天经常听到有人讨论酒的话题。你说什么？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代理团长正召集大家去总部大厅集合呢。哎，快点，再不走就要来不及了。喂，等等我！那2位西风骑士怎么看起来慌慌张张的？哟，这不是旅行者和派蒙吗？你们好啊！啊，是凯亚，来得刚好。为什么大家都在往骑士团的方向跑呀？别担心，不是什么需要你们出手的情况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刚刚骑士团收到了一封大团长的来信，代理团长稍后会在总部大厅召开会议，和大家一起拆阅这封信件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我就放心。不对，等一下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西风骑士团的大团长，不就是那个传说中带队远征的法尔加吗？凯亚，法尔加信上说了什么？远征队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？哟，没想到派蒙比我还关心大团长，你呀，很八卦吗？很正常吧。如果有一个你经常听说却从没见过的人，你也会非常惦记的嘛。秦团长还老说他是骑士团的当代传奇，真吊胃口。再说远征队离开了这么长时间，我们可是从没听说过他们的具体动向。代理团长的评价还真是客气。那位老兄在他成为传奇的路上啊，也是给身边不少人添了麻烦。这些等之后有时间再跟你们慢慢说。看你们这么有兴趣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回骑士团听听？荣誉骑士也有段时间没露面了，大家都很想你。好吧，那我们就过去看看吧。凯瑟琳，我们先走一步啦。好的，几位请慢走。看样子人差不多到齐了。嗨，小可爱，小派蒙，没想到你们也来了，是听说了信的事情吗？对，刚刚我们在冒险家协会附近碰到了凯亚。哇，说起来，我之前还从没在大厅里见到这么多人呢，感觉自己也跟着紧张了起来。你也太投入了吧！就凭我对大团长的了解，他既然还有闲工夫写信，要说的十有八九不是正经事。总之，不是坏消息。凯亚说的夸张了些，不过我也认同这个结论啊。毕竟，米卡不是那种脸上藏得住事的孩子呢。你看，就是楼梯前面，站在琴旁边的那个孩子，他之前是优拉队里的测绘员。在勘测方面很有天赋，性格也踏实。远征队出发的时候，他还被大团长任命为队里的前真骨干。这次的信就是他带回来的。各位，请安静一下。既然人员已经到齐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宣读大团长的来信。米卡，交给你了。是，秦团长。大家好，我是游击小队的测绘员米卡。此
此前跟随远征队在外执行任务，下面由我代为朗读法尔加大团长的来信。西风骑士团收，大家好，我是法尔加。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，请你们放心，远征队所有成员目前都平安无事。太好了！我手心都出汗了。那个，大家，我可以继续了吗？继续吧，米卡。好了，我猜现在你们可以放松心情，听下面的内容了。在炉火边写这封信时，我和远征队正在提瓦特的北境驻扎休整。我曾告诉过你们，远征队此行的目的是某个往昔遗留的危险秘密。我目前依旧只能言尽于此，但你们不用担心任务的进展。这2个月，我们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——愚人众的执行官，队长。什么？队长？我知道愚人众此前在蒙德的嚣张举动，但从结果上来说，队长这次并没有和我们作对。（括号）我猜是因为这次至东国和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（括号）那家伙用面具掩盖住了一切，让人无法判断他的经历和出身，但他确实是个钢铁般的人。作为凡人，甚至有挑战神的无畏。我怀疑他拿着可莉的蜡笔，都能捅爆一记守卫身上那个眼睛一样的核心。（括号）你们就别试了。（括号）侦察兵发现3天前队长已经奉命前往了纳塔，今后不用分出精力提防他，我们也能睡个好觉了。我承认他的某些行动帮上了点忙，但从这个角度看，还是算他欠我们的吧。现在的蒙德应该已经快要迎来龟峰佳酿节了吧？很遗憾，今年还不能和你们一起共度佳节。大家无时无刻不再怀念蒙德的美酒，还有那些与你们一同度过的日子。和蒙德人民一起好好庆祝节日，顺便替我们多喝几杯晨曦酒庄每年佳酿节献贡的葡萄酒就好。愿巴巴托斯大人保佑蒙德，愿我们的思念也能够跟随龟峰回到你们身边。法尔加。哟，如果你们要问队长和我谁更厉害，我可是大团长。队长咱们骑士团有10个呢。啊哈哈哈。信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念完了，谢谢大家。辛苦你了，米卡。新团长，那个，我发现信最后那页的背面，好像还写了一些东西。又，信纸不够用，就写在这里了。丽莎，下面是给你的留言。好像是大团长写给丽莎小姐的。给我的？既然是特别的留言，丽莎，我们私下再聊吧。各位，正如大团长所说，再过几天就是佳酿节了。我们很幸运能在这时收到远征队一切平安的消息。虽然他们无法回到蒙德和我们共度节日，但佳酿节始终是大家的期盼。为了在外努力的远征队，也为了辛勤的蒙德人民，希望大家能够坚守岗位，恪尽职责。当然，休息期间也请适度放松，享受这个久违的节日。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，解散。我没听错吧？居然还提到了愚人众的队长，感觉是很重要的事。但先别管什么愚人众了，佳酿节听起来是可以免费吃喝的节日，真的吗？还有更多消息吗？小可爱们，要不要一起去找秦聊聊？刚才人太多，连打招呼的机会都没有呢。好呀，我们赶快过去吧。丽莎，你来了。大团长的信就在桌上。旅行者，派蒙，
好久不见。刚才事务有些忙，没能跟你们多说几句，抱歉。如果最近有空的话，在蒙德多待一段时间怎么样？我们很快就要庆祝佳酿节了。别看秦这样，他从前些日子起就在念叨你们了。丽莎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去看看戏。是啊，蒙德也算是我们旅行的起点，有很多珍贵的回忆呢。对了，秦团长，关于佳酿节，我和他都不太熟悉，你能和我们讲讲吗？当然，佳酿节和羽球节、风花节一样，是十分古老的蒙德节日，同时也是秋季最重要的节日。蒙德每年秋天都刮西风，传说这是因为丰收时节酿酒的香气太过诱人，引来了酷爱饮酒的风神。无论身处何方，他都会化作清风回归故乡。是很像风神给人的印象呢。因此，蒙德人也把西风称为归风。佳酿节最早就是为了迎接巴巴托斯大人而设立的节日。过去每到这个时候，家家户户都要酿制新酒，这些酒会被封存起来，至少要留到第2年佳酿节的归风日再起封。人们打开陈酿，便意味着邀请风神共饮。传说，如果风神对酒的味道感到满意，就会欣然唤来微风，为人们送上珍贵的祝福。按照他的性格，难道是祝福大家来年也能喝到好酒？祝福的具体内容，我确实不清楚。这些故事年代久远，详细的内容已经失传了。有些故事流传久了，完全会变成别的样子呢。比如现在的蒙德人会为风之花是什么花产生争执。这就是所谓人文传承的一环了。说回现在，归风日敬献风神的传统仍然保留着，佳酿节也一直是蒙德人分享丰收喜悦、品尝美酒的节日。每年这个时候，都有很多漂泊在外的蒙德人回到故乡。对于无法回乡的游子来说，佳酿节也是他们最想念家乡和亲人的时候。难怪大团长会在信里说，希望我们的思念能够跟随归风回到你们身边。至于今年的活动，我们联合了西风教会和冒险家协会，准备在清泉镇外的果酒湖畔共同庆祝。节庆期间还会开设传统的美酒集市。美酒集市？最早是酒商和农户们交易酿酒原料的市场，如今的话，不仅会有成品的美酒佳酿，还有很多这个季节才有的果饮和小吃。民众们也可以在集市上出售二手物品或手工制品。骑士团准备趁这个机会进行义卖活动，为城里需要帮助的老人和孩子们筹集一些资金。哇，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。有空时就去逛逛吧，希望你们能有所收获。对了，丽莎，大团长给你的留言说了什么事吗？我正想和你们商量呢。大团长说，有一件和雷泽身世有关的事要交给我处理。雷泽之前告诉过我们，是奔狼里的狼群把他养大的。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，用他的话说，狼群是卢皮卡，也就是他的家人。我了解的情况也差不多，但大团长信上说，座中右侧书架第3列最上面的柜子里放着一个木盒，里面装着雷泽父母留给他的东西，是时候该给他了。这么说来，大团长其实认识雷泽的父母。看来是这样。大团长与雷泽的渊源，不仅仅是在奔狼岭遇到了他，并教他剑术这么简单。哇，那我们赶快去找雷泽吧。亲生父母的消息对他来说一定很重要。真是瞒不过你的眼睛，小可爱。从未联系过的亲生父母，这话题对于普通孩子来说也不太轻松。
更何况雷泽一直生活在奔狼里，对人类社会接触不深。我不确定他是否做好了准备。但大团长应该是有分寸的，或许他正是考虑到雷泽的情况，才选择了现在这个时机。秦的说法也有道理。小可爱们，能拜托你们去找雷泽谈谈吗？雷泽一直把我当作师傅，即使心里不愉快，也会有所保留。你们是雷泽信任的朋友，大概比我更适合和他聊起这件事。那就拜托你们了，可以的话，记得多给他一些鼓励。这个年纪的孩子最需要关怀和支持。雷泽平时都在奔狼岭附近吧？不知道他听说了这件事之后会有怎样的反应。哎，你看，这里有一个捕猎用的陷阱，像是清泉镇的猎人们会用的。啊，你发现什么了吗？雷元素痕迹啊，难道是雷泽吗？奇怪，我记得他之前都会避开猎人们活动的。总之，我们先顺着痕迹找找看吧。快看，前面还有一个陷阱，你也能感受到雷元素吗？雷元素的痕迹向奔狼岭深处延伸了，我们继续向里面走吧。好，这下最后一个陷阱也布置好了。雷泽，辛苦你跟着我跑了这么久。没关系，跑，我擅长。雷泽，怎么了？味道很熟悉，远方回来的朋友。雷泽！哎，原来杜拉夫先生也在，你们是在一起打猎吗？对，这不，最近到了丰收季，野灵猪动不动就跑到镇上和酒庄附近找东西吃，采烂作物、撞塌葡萄架那都是轻的，要是伤到人，问题就大了。西风骑士团找我们猎人一起想办法，把野灵猪拦在安全距离外。和棕色猫叔叔抓野灵猪，保护大家。哇，雷泽进步很大嘛！我记得你之前还经常躲着猎人们呢。呵呵，你别说，这次还多亏了雷泽，有他帮忙跟狼群沟通，我们在附近活动时就不用担心彼此误伤了。能帮大家和卢皮卡开心，但要说很多话，累。不过我们这次过来是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。我不知道。雷泽，你是不想知道亲生父母的事吗？想知道，但不想知道。又想知道又不想知道的意思吗？好复杂呢。旅行者，你来帮我看看刚才布置的陷阱，我们给雷泽留点空间，让他消化消化情绪。听雷泽那么说，我大致有些猜想。最近我们总是一起打猎，这孩子话很少，但相处久了，多少也知道他的性格。我觉得他是想接近自己亲生父母的，只不过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大过了其他东西。我也是当爸爸的人了，对孩子的事还算有一些经验。迪奥娜小时候，我要是出去打猎回来晚了，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都会紧紧盯着我的一举一动，生怕我是不要他了。你是说，雷泽也会担心自己是被亲生父母抛弃的？是的，我想这是最关键的问题。真要出了这种情况，我们也不好劝他。另外，我还有其他顾虑。雷泽正在以自己的步调成长，很多问题一时半会儿得不出结论，但总是一点点在改变。
不过，现在他父母的消息，很可能会迫使他要在短时间内想清楚自己从何而来，又要往何处去。杜拉夫先生的想法跟丽莎小姐很像呢，这就是成熟大人的思考方式吗？站在另一个立场的话，我记得秦团长的说法更像是信赖他人，相信直觉。你怎么想？我明白了，哈哈哈，他能有你这样的朋友，我也放心了。好，我明白了，那我们过去吧，别让他等久了。雷泽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还在想，心里怪怪的，像被勾勾果扎到。瓦尔加，高高的，很厉害，喜欢笑。相信他对我好，给我名字，教我战斗。他去做重要的事，我很想他。雷泽，你知道吗？他信纸都写完了，却还想起来要把那些字挤在背面，特地麻烦丽莎把你父母的东西交给你。这就说明他认为那些东西对你有特殊的意义哦。更重要的是，无论你遇到什么事，旅行者和我，还有丽莎，还有所有的你认识的朋友，都会陪在你身边的。说的没错，棕色猫叔叔也支持你。谢谢。想好了，我要和你们去找师傅。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。你们赶紧去忙吧，这边活干得差不多，我也得赶快回家了。趁着佳酿节还没开始，赶紧多陪陪女儿。下次见，杜拉夫先生。丽莎小姐，我们把雷泽带来啦。师傅好，我来看东西。小郎朗状态不错嘛，看来他们两个已经跟你解释过事情的来龙去脉了。你看，就是这个木盒子，我只是把它取来，还没动过。如果你已经决定了，就亲手打开它吧。想好了。箱子里怎么都是些杂物啊？还以为一定会有信之类的东西呢。难道时间隔得太久，法尔加把木盒子寄混了？有气味。气味？什么气味？很久很久以前闻过。气味是他们的味道，人类的，爸爸妈妈的味道。真难得啊，竟然还能记得小时候闻过的味道。雷泽的嗅觉真厉害，野性也算是一种天赋吧。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线索。这个毛线手偶歪歪斜斜的，是手工品吧？这个看起来应该是一记手卫的零件。等等，你们看，这个酒瓶不是空的，里面还有大半瓶酒的样子。上面还贴着一张纸条，千风佳酿。酒瓶里装的是千风佳酿。师傅知道。据说千风佳酿是蒙德人最早学会酿造的酒。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有人说是因为要放入许多种原料，也有人说是因为各家酿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。我记得有书籍里记载，它的酿造方法千奇百怪，出品的味道也难以控制。这种特性对酒商来说太难把握，他们更愿意选择那些配方稳定的酒作为商品。
所以你就很难在市集和酒馆里见到千峰佳酿了。小郎朗，看来这瓶酒是你的父母亲手制作的。这么说，它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吧？啊，有了，雷泽，既然你的鼻子很灵，要不要打开它闻闻看？说不定能知道些什么。好。哎，他闻得好投入，好像还笑了。怎么样？甜的，凉的，一点点苦。喜欢。很多种，各种东西都在一起，但是和本来的味道不一样。啊，就连雷泽也分辨不出来吗？我再闻闻。好啦，雷泽，不用为难自己了。当一个方法走不通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换方法。没错哦，你把师傅的话记住了呢。马上就到佳酿节了，对酒有研究的人都会聚在蒙德，一定有人知道千峰佳酿的详细情况。哦，有道理呢。开幕式很热闹，小可爱和小派萌不能错过哦。雷泽也刚好跟着一起到现场去打听打听。试试多问。我们会陪你一起的，放心啦。我们俩，就像你在杜拉夫先生和狼群之间起到的作用一样。好，那我先回去。人类的爸爸妈妈的事，要告诉卢皮卡。开幕式再见。感谢各位的等待。今年佳酿节顺利拉开了帷幕，希望在此期间，蒙德居民与其他来自各地的游客们共享美酒，体会丰收的喜悦。等到归封日当天，我们会在此进行举杯仪式，迎接风神巴巴托斯的回归。听凭风饮，听凭风饮。雷泽，原来你已经到啦。好多人。走，我们偷偷溜去找人。找谁？一个卖唱的，他消息灵通又爱喝酒，或许会知道啊。卖唱的。旅行者派蒙，你们好啊！我就知道，一定会在这个美妙的节日见到你们。说的真好听，我才不会被骗呢。你嘴里说的美妙，是指疯狂喝酒吧？别这么说嘛，这个节日能带给大家的，可远远不止这些呢。啊，哎呀，这不是雷泽吗？最近过得好吗？还好。有事问。对，雷泽有事要问你。卖唱的，你知道千峰佳酿吧？好怀念的名字。我想想，上一次听到是什么时候来着？雷泽的父母给他留了一个盒子，里面放着半瓶酒，标签上写着千峰佳酿。听说是一种很有历史的酒，制法特别古老，就来问问你。好闻，但是不知道有什么。原来是这样，是想知道千峰佳酿的做法吗？那你们又问对人了。我知道一首歌谣，它的名字，刚好也叫做千峰佳酿呢。本来想留到归封日再念的，但为了朋友，就不管这些了。怎么样？要不要现在就读点给你们听听？歌谣不好懂，但是要听。是个不错的回答。那我开始了。我们把这些东西封进桶，等啊，等啊，
等着风起涌，把佳酿的瓶口先蜡上。南风和煦，北风猛。佳酿味道像什么？蒙德的名字，自由的梦。究竟是什么发酵成佳酿？探索的勇气，慈爱的温柔，守护的执着一如初，伴着千风起祝颂，酸汁变甜，糙桶润透。等啊，等啊，等着风起涌。谢谢大家的掌声。刚才的歌谣对你们有帮助吗？和酒很像，有点甜，有点晕，意思不明白。别说雷泽了，我也这么觉得。的确是在说酿酒这件事，但根本没什么细节嘛。朦胧而浪漫，这也是蒙德诗歌的特色嘛。真要说酿酒材料的话，探索的勇气，慈爱的温柔，守护的执着，千风祝颂。完全看不出来具体是指什么呀。喂，卖唱的，我看你明明什么都知道，那就给点提示呀。哎呀，我可不是什么严厉的老师，但歌谣里没唱的内容，我也没办法为你们编出来呀。想要知道芬芳的秘密，只能靠你们亲自动手喽。动手的意思是要我们自己去酿酒吗？而且酿个酒就能知道很多事吗？卖唱的，你没骗人吧？我们认识这么久，你还不相信我的诚意吗？唉，好伤心呐。我信，我想试试，我想自己酿酒，找答案，知道酒怎么做，也能知道爸爸妈妈的酒里有什么。对，想知道他们的事。既然雷泽都这么说了，还是要相信卖唱的呀。试试吧，第一次酿酒的新手，就算失败也不可耻。放心，自由一点，没你们想的那么难。只要怀着快乐、真诚的心情投入材料，就一定能获得想要的结果。歌谣，我说给师傅听，然后还要自己想一想。很有志气嘛，那我们就约2天后再见，怎么样？地点的话，就在这里吧。好，我记住了，我们到时候见。